Hi, 大家好, I'm Alison.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f you like my video, please subscribe, leave a thumbs up, and send to a friend who also want to learn Chinese. For this video, I will read it twice. The first time, I will read it very slowly, and then I will repeat it with normal speed. If you feel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everything in the first part, you can challenge yourself and listen to the fast version. And don't forget to check out the description below. There I have the material and the flashcard for this story. Are you ready for the listening practice? 马克已经到中国3个星期了，这是他第1次来中国上学。他觉得在中国做很多事情都很方便，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买东西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用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已经没有人用现金了，也很少有人刷卡，因为很多地方不能用现金。但是在支付宝和微信上，虽然可以绑定美国的银行卡，可是不太好用，经常会出问题，所以他想去银行办一张中国的银行卡。星期二下课以后，他先去了学校附近的银行，可是那个银行不能给外国人办银行卡。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可以去中国银行。第2天，他又去了中国银行。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了他办银行卡需要的材料以后，他就回学校准备了。他复印了他的护照和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也找老师开好了证明信和宿舍的文件。星期五，他又去了中国银行。银行的工作人员帮他填好了表格，然后让他去排队。2个小时以后，他就有了一张自己的中国银行卡，这样他就可以更方便地在中国生活了。
马克已经到中国3个星期了，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上学。他觉得在中国很多事情都很方便，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买东西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用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已经没有人用现金了，也很少有人刷卡，因为很多地方不能用现金。但是在支付宝和微信上，虽然可以绑定美国的银行卡，可是不太好用，经常会出问题，所以他想去银行办一张中国的银行卡。星期2下课以后，他先去了学校附近的银行，可是那个银行不能给外国人办银行卡。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可以去中国银行。第2天，他又去了中国银行。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了他办银行卡需要的材料以后，他就回学校准备了。他复印了他的护照和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也找老师开好了证明信和宿舍的文件。星期5，他又去了中国银行。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帮他填好了表格，然后让他去排队。2个小时以后，他就有了一张自己的中国银行卡。这样，他就可以更方便地在中国生活了。